小福宝觉得李修缘之所以对娘亲动手，就是因为嫉妒。后宫那些女人嫉妒的心理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我可不想当成活靶子，也不想李后宫的那些女人把目光都盯在荣王府的身上，再做出什么没脑子的事。还有，李的孩子就自己好好养着，不要往我身上凑，我每天也忙得很。皇上可不信，他知道小福宝每天玩的都很精彩的，担心他玩伴太少，才把四皇子送过去的。是，朕以后会注意。小福宝说了好一会儿，口有些渴了，于是自己爬上了梯子，想倒一杯茶水。朕来给你倒，你坐下消消气。给我倒一杯吧。于是皇上笨拙地给小福宝倒茶，又小心地叮嘱道：慢慢喝，小心烫。有点烫。朕给你吹一吹。好。于是大禹朝最尊贵的皇上狗腿地给小福宝服务。让冯宝送点糕点进来，要甜的。好，冯宝，快去拿一些糯米糍和桂花糕上来，还有御厨新研制的糕点也都送上来。冯宝听到吩咐，急忙带着小太监离开了。小福宝喝了茶水，才淡然地问道：老三那里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皇上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想到小福宝刚才已经发过火了，应该不会太生气，于是小心翼翼道：朕想把老三一家贬为庶民。皇上说完这话之后，小心地看着小福宝的脸色，就怕他不同意。老三是个不安分的，留他一命可以，但是必须幽禁起来，就留在京城吧，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翻不出浪花。皇上心中喜悦，这还真是大好事，就是不能和老三显摆，不能告诉老三小福宝的真实身份，否则老三一定能气吐血，哈哈。老三的儿子红儿是个有本事的孩子。那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要是你觉得可以用，就好好培养，要是你觉得不妥，给口吃的就行。皇上还以为小福宝会心软，没想到他比自己还心狠。朕觉得红儿是个可造之才，朕会精心培养。小福宝再次听到皇上夸楚玉红，心中警铃大作，同时心中也是可惜，这要是生在老大家该有多好。可是老三家那就难办了，老大从前那是恨不得杀了老三吃肉的，现在倒是3番2次夸奖，可见那孩子对付人心是有一套的。先压几年吧。看到皇上吃惊的眼神，小福宝没好气的提醒：他做的事我都听说呢，你说他和太子两人谁更厉害？皇上也想起了其中的关键，太子可没有红儿这份聪慧呀。你呀，长点心吧。小福宝教训了一顿皇上，真是浑身舒爽。他捏着小嗓子继续开口：到时候你下一道圣旨，把老三一家贬为庶民，地点就选择郊外那块，正好让老三给我养马。皇上还以为圈禁也是要选个大宅子，好吃好喝的养活着呢，没想到小福宝这么狠，竟然让老三去养马。不过这个结果皇上是满意的，老三只要是在小福宝的眼皮子底下，绝对翻不出浪花。老三会不会不愿意啊？那可由不得他。好。小福宝想到去年因为耽搁把建造牧场的事情就搁置了，于是又开口道：你抽时间把城外的牧场要建造起来，现在这个时节正好，我希望马场尽快有马匹和牛羊进来。马和牛好弄，就是宅子建成还需要些时间。不用什么华丽的宅子，先建造几处平房，让老三一家居住。好。皇上想到益州王要遭的罪，就心情美妙。今晚我就留下吧，明早再送我回家。皇上听到之后没有反对，欣然答应了。于是小福宝吃完点心，人就直接睡在了飞霜殿。皇上第一次和小福宝同睡，还有点小期待，毕竟他小的时候哪有机会和先皇同睡，父子俩好好说话的时候都很少，先皇就是抱都没有抱过他。皇上想到过往就很遗憾。现在晚上搂着小福宝热乎乎的小身子，
特别是感受他均匀的呼吸声，皇上都特别的安心。天刚微微亮，皇上就起身去准备早朝了。小福宝还没有醒，等荣世子醒了，要是想出宫，就派人送他回荣王府。凤宝，让王九亲自送他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冯宝低头称是。到了清晨，小福宝终于是醒了。什么时辰呢？回世子，已经辰时了。小福宝想了想沈妃睡醒的时间，大概都是4时，松了一口气。快送我出宫！小宫女不明白小福宝为什么这么着急，但也不敢耽搁，于是快速的给小福宝穿衣服。只是小福宝漏算了一条，沈妃今天没睡懒觉，现在整个荣王府都动起来了，因为小世子不见了。唐之陵和沈妃两人满头是汗，焦急得不得了。唐之陵今天都没有去圣职。小福宝被徐惠抱着进了荣王府，立即就被禀报到了前厅。唐之陵和沈妃听到之后，快速的就跑了出去。小福宝，你小子昨晚是不是没在府中？干嘛去了？仔仔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小福宝现在很后悔，不应该在皇宫中留宿。娘亲，唐之陵，把他放下来。唐之陵把小福宝放在地上，让他站好。小福宝乖乖站好，眼巴巴地看着沈妃。他还想在沈妃面前当崽崽，当好儿子。沈妃是真的吓坏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偷跑，还不告诉大人，那以后怎么得了？把手伸出来，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一顿。看到小福宝不动，又吼道：快伸出来！小福宝把双手都伸了出来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沈妃。娘亲。沈妃不为所动，伸出鸡毛掸子就啪啪2下打在了小福宝的手上。小福宝没想到沈妃是真打，而且手上火辣辣的，于是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就这么夺眶而出。沈妃没有心软。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不能随意出府？还有，出去了是不是要和娘报备？娘说了。沈妃想再打一下，见到小福宝哭了，终究是忍住没继续打。记住没？记住了。那好，现在说说你昨晚上去了哪里？这时候宫中太监王九站出来，回禀王妃娘娘，荣世子昨夜被皇上留在宫中了。沈妃听到王九这么说，心情并不好，同时也很好奇，皇上怎么像个没断奶的孩子，为什么总要见小福宝？仔仔，抬起头来。娘。仔仔，你倒是说说，皇上找你一个小毛孩子干什么？可能是皇伯父想我呢。真的？沈妃目光紧紧地盯着小福宝。真的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你和皇上前世是认识的呢，这么亲。小福宝的心咚的一下乱跳了一拍，娘亲不可能知道，一定是吓唬自己的。小福宝装作懵逼的样子看着沈妃，一脸无辜。娘，我听说你长得很像你的皇爷爷呢。王九疑惑地看着沈妃，讨巧地笑道：世子确实和先帝很像，皇上因为这个原因格外的喜欢荣世子呢。沈妃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现象可不好，还有总拿小福宝和先帝相比较，对小福宝可没半点好处。沈妃意识到这个小太监是个外人，要收拾小福宝也要回后院，于是笑道：有劳公公送小福宝回来，李嬷嬷给这位公公看赏。是。等外人都走了，沈妃和唐之陵两人才把小福宝带到了内室，开始审问起来。仔仔，你也老实交代，是皇上宣你进宫的，还是你自己想去的？小福宝看了唐之陵一眼，又见沈妃也瞪着他，算了，皇上召见的。唐之陵是害怕皇上的，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敢造次。他看了沈妃一眼，示意他来。小福宝，你是荣王府的世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就算皇上是你的皇伯父，那也是外人，你不能里外不分。还有，你现在还小，根本不懂宫中的尔虞我诈，也不懂那皇位的血腥。皇上这么恩宠你，并不是好事。仔仔，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一味的恩宠有的时候是砒霜，是毒药，更可能是一把刀。你不是皇子，
就算你和皇子一样被赐名楚浩荣，但你顶天是个王爷，当不了皇上。但是皇上的儿子不会这么想，他们只要是盯着那位子的人，或许就会针对你，把你当做假想敌的。仔仔，娘希望你能活得平平安安的。娘，我明白的。小福宝没想到沈飞会想得这么透彻，而且想法和自己大差不差。娘，我以后不会呢，我去哪里都很利索，好不好？乖，娘刚才打疼你了吗？不疼呢。娘，皇上答应建造牧场呢，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多养一些牛马，以后牛肉咱们就可以随意吃啦。沈飞想到小福宝还记得这件事，感动得不得了。仔仔，你可真是娘的好大儿啊！唐之灵见到话题逐渐被带偏，也是无奈得很。他知道自己问小福宝绝对问不出话来，于是他也不在家待着了。他打算去皇城看看皇上下了什么圣旨，大概就能猜出来。皇上偷偷召见小福宝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且凑巧的都是过后肯定有大动作。唐之灵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测，于是不管娘俩的腻歪，大踏步的离开荣王府。小福宝见到唐之灵离开，眯了眯眼睛，这俩人越来越不好骗了，他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唉，这日子过得也是心惊胆战的。小福宝回到戏院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花花和小叶子都在戏院的门口，两人没有被放进去，所以就在门口等着小福宝。哥哥，你去哪儿？你昨天半夜出去啦？去皇宫玩啦。那你以后再出去也要告诉他，否则府中的人都跟着担心你。哥哥，皇宫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你骗人，你都去了，一定好玩。哥哥，以后带着我呗。小福宝也没觉得烦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哄着妹妹们。小福宝在家挨揍的消息在皇上下朝之后就被禀报给了皇上，皇上这心情就有些怪异。突然间皇上觉得不知道那层关系好像更占优势呢，就像现在他面对小福宝的时候无形中就矮了一截，于是淡淡的开口询问，是荣亲王打的还是荣王妃啊？回皇上，是荣王妃打的，鸡毛掸子打的手心，奴才瞧着小世子的手心都红了呢。这么严重？荣世子怎么样？有没有反抗？没有，小世子哭了，但反而更依赖荣王妃，想要王妃原谅他。这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啊。礼部，今天朝会上都说什么了？知道消息不？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皇上颁布了圣旨，益州王一家被贬为庶民了。啊，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益州王还被幽禁起来。至于益州王家的孩子，则是可以出来活动。唐之灵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，皇上果然有了大动作。益州王的事情悬了这么久，终于是有定论了。这事儿和自家仔仔有没有关系？唐之灵不敢肯定，觉得还是晚上回家和沈飞好好的商量一下。监牢内，益州王跪着接了皇上的圣旨，听到皇上留了他一命，贬为庶民的时候，益州王楚敬宗有些不屑。哼，老大永远这么假仁假义。楚敬宗，接旨吧。楚敬宗现在成了庶民，所以宣旨太监也不必尊称他为王爷了。对着宣旨太监拱了拱手，就想离开监牢。楚敬宗，请留步。还有什么事？本王都被贬为庶民了，还不能离开？皇上吩咐了，以后啊，你就留在城外的马场给荣世子养马，不得出马场半步。楚敬宗黝黑的脸上表情都皲裂了。老大还是那么不做人，这么馊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。好，真是好得很呀。沈飞和唐之灵两人商量给5个孩子起名字，两人都想了好几天了。唐之灵上职的时候都在想，也拿着笔写画画的，让礼部的官员好一阵惊奇，还以为这荣亲王是转性了，以为他羞愧于当草包，开始奋发向上，要去读书了呢。礼部尚书贾老头背着手溜溜达达的来到了主客司，已经站在唐之灵身后好久了，唐之灵都没发现。贾老头轻咳一声，唐之灵这才意识到身后有人，回头看到是贾尚书也站了起来，两人互相见礼。贾尚书，荣亲王。
唐之陵对贾尚书还是很客气的，并不会自视身份压人，因为在礼部贾尚书是最大的嘛。贾尚书仔细地看着唐之陵的字，还算勉强将就，大概能看。横字不错，语行顺曲，持之以恒。荀字健康平安，循属可贵。唐之陵听到贾尚书这么一说，眼睛一亮，他找了好些字，但是说不出好的典故，这样怎么能在沈妃面前说出名字的含义？那只能落于下风了。谁料贾尚书只看了一眼就能说出名字的含义，听着都很不错。贾大人，来这边坐，你再帮我看看这几个字哪个好些呀？既然荣亲王看得起我，我就帮你再选选。贾大人，您看看这个字。冉字不妥，宁字也不妥。洛神仙女，宁静致远，适合女子。义字也不错，年少有为，神采奕奕。那就选恒、荀、义这3个字。贾尚书捋着胡子，能给荣王府的小公子选名字也是很荣幸的事。小老头也笑眯眯的。贾尚书想起小福宝的年纪，开口道：荣世子今年也已经4岁了吧？10岁4岁了。4岁也不小了，已经启蒙了吧？贾大人，府中的小公子都是几岁启蒙的？我们贾家男孩3岁就开始启蒙了，如今同世子同岁的孩童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古诗都是可背诵了。唐之陵傻眼了，竟然3岁都开始了，那小福宝岂不是输了一大截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唐之陵想到整日在家疯玩的小福宝，紧迫感油然而生。贾尚书看到唐之陵一脸蒙圈的样子，就猜到了。可是府中还没有给小世子启蒙啊。还不曾。是没有合适的先生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？唐之陵尴尬了，他挠了挠脑袋，他能说他忘了吗？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上学这回事儿。贾尚书见到唐之陵涨红了脸，不再追问原因。荣亲王要是不嫌弃，可以把世子送到我们贾家的学堂。小孩子学习自己一个人学是很枯燥的，还是要有同龄孩童比着学，那样进步更快。好，我回去问问小福宝的意思，看他想不想去。贾尚书点了点头，然后背着手溜溜达达地离开了主客司。荣王府，此时沈妃正在接待曾经的益州王陆海兰。楚敬宗虽然是庶民了，但按照血缘上还是唐之陵的3哥，还都是亲戚。益州王府只有楚敬宗的行动受限，不能轻易出来，但是王妃和楚玉红兄弟俩的行动是不受限制的。沈妃和陆海兰短暂的寒暄几句，气氛就有些凝滞。毕竟两人都不熟，才第一次见。沈妃就算有些话痨的属性，但那也要是和熟悉的人才行啊。可是面对如此柔弱的陆海兰，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陆海兰也是尴尬，她今日会亲自登门，也是知道他们一家居住的地方正是荣王府的马场，以后他们一家可以算是在荣王府讨生活了。陆海兰曾经可是王妃呢，现在多多少少有些尴尬。可是他们一家成了庶民，这脸面就不能要了，该主动的时候就要主动。沈妃忍不住这尴尬的气氛了，终于开口：三嫂，你今日来是有什么事？陆海兰听到沈妃叫她三嫂，高兴地擦了擦眼角。荣王府还认她这人就好。乐弟们，真高兴你还认我们这门亲戚。沈妃呵呵地尬笑2声，腹诽道：哼，不认怎么办？你都上门了。三嫂说的是哪里话？虽然咱们从前不熟悉，但以后都在长安城，也就熟了。六弟妹说的对，我们如今住在六弟妹的马场里，我们王爷，我们家爷在给弟妹养马，我们一家都要靠着弟妹生活了。沈妃一头黑线，她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啊？三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大明白。
沈妃糊涂了，益州王可是个刺头，他怎么敢让那人给他养马？再说了，自从小福宝去年去霄云观出事，那马场又在宝华山的脚下，沈妃就觉得那边不太吉利，所以他自那之后就没去看过。现在听说益州王一家去了城外马场，真是吓了一跳。六弟妹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我们一家如今就在马场生活，算是给弟妹做事了。陆海兰说出这话的时候也是羞赧的，但想到长子说的，如今他们一家能保住性命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养马又怎么样呢？活着比什么都强。陆海兰尴尬，沈妃更尴尬。她现在已经把皇上骂了无数遍，这皇上不做人呢，竟然把烫手的山芋推给自己家，想要收拾益州王哪儿不行，干嘛要推给荣王府啊？难道是看他日子过得太舒爽了？沈妃觉得马场那边得多派些人手看着，谁知道益州王暗中有没有藏起来的人马？还有益州王本人就是个会武的。沈妃这边紧张兮兮的，完全不知道益州王这个大麻烦就是他的好大儿亲自要过来的。此时西院内，小福宝正背着个小手转悠地看着几个小孩，最大的是9岁的楚玉红，剩下的是嫡出4岁的楚玉泽，庶出6岁的楚玉熙。女孩还有庶出7岁的楚月彤和5岁的楚月山，他们今日都跟着陆海兰一起来的荣王府。楚玉红一低头就能看到比他矮不少的小福宝，他现在也知道了，皇上最疼的孩子不是几个皇子，而是荣王府的小世子。他早就对小福宝好奇了，只是从前没有机会见到。现在见到小福宝之后，他也不得不承认小福宝长得很可爱。可是哪个小孩子不可爱？他不相信皇上会无缘无故地对小福宝另眼相待，这里面或许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还有太子哥哥也很喜欢小福宝，一点也不嫉妒或是忌惮。这些原因综合起来，更让楚月红好奇了，所以看小福宝的眼神都带着探究。福宝弟弟，我这次来还给你送了个礼物。小福宝见到笑得和善又有些讨好的楚玉红，心里有些惋惜。这孩子的能耐他是听说了的，可是他真的不能太出色。是什么？那东西长得很可爱，又好养活，在我们益州山上就有，我这次回来特意给你带的。小福宝好奇了，他什么没见过？在哪里？听着好像还是个动物啊。是。小叶子正好奇地看着两个大姐姐，现在听到有小动物也兴奋了，她喜欢动物。哥哥，是什么？小叶子也想看。那好，现在就过去看看。于是几个小孩子就去了王府花园。几个人刚走近，花花就听到了奇怪的叫声，小叶子兴奋了。快把帘子掀开！下人们听到主子的吩咐，急忙把布帘子揭开，露出了一个铁笼子。于是众人就见到了一个圆乎乎的小东西，奶萌奶萌的。福宝弟弟，这是石铁兽，它现在还是个幼崽。花花看着铁笼子里的大熊猫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我操，这是国宝呀！花花一整个呆愣住了。小福宝还以为花花是吓着了，走上前主动牵着花花的小手。这东西好玩。小叶子也想距离熊猫更近一些，就往铁笼子那边靠近，一把被楚玉红给抱了起来。小叶子，不要靠近，这石铁兽有些凶，虽然这只是幼年的，还要慢慢驯化才行。它可爱，小叶子要和它玩。小福宝见到楚玉红还知道担心小叶子的安全，心里满意了。学会派个人专门照顾这东西，不能让小叶子靠近了。是。于是几个小孩子就围在笼子外面，看着小小的石铁兽。很快主院的沈妃就听到了下人的禀报。王妃，洪少爷送了一只石铁兽幼崽，就在花园里，非常可爱。什么？石铁兽？是。六弟妹，石铁兽虽然名字吓人，但外形真的可爱，而且也非常好养活。红儿送来的是幼崽，不会伤人的。沈妃哪里是担心呢，她是兴奋呀。石铁兽就是大熊猫，可是国宝呢。每年动物馆靠着熊猫可都是赚得盆满钵满的。想到钱，沈妃的眼睛一亮，她又有了新的赚钱思路。走，三嫂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好。
于是沈飞和陆海兰两人带着仆人浩浩荡荡地往花园走去。几个小孩见到大人过来，纷纷站在一边。侄儿楚玉红见过六婶。见过六婶。好孩子，来到了荣王府，就像是自己家一样，不用拘束。六婶，咱们是自家亲戚，我是不会客气的，以后我还会时常找福宝弟弟玩的。小福宝听到楚玉红这么说，没有反对，他也想多多接触这个孩子。只要你不嫌弃小福宝小就好。婶娘，福宝弟弟很聪慧，我觉得和他交谈就像和我同龄的人一样。沈飞没有注意到楚玉红称呼的变化，从六婶过渡到了沈娘。沈娘也是娘，当然更亲切。是呢，你和小福宝都是聪慧的小孩。小福宝皱着小眉头来到沈飞身边。叫六婶，不许叫婶娘。小福宝的话让楚玉红一愣，看到小福宝一副不能抢我娘的小表情，楚玉红明白了，小福宝还是个小孩子，就像泽弟一样，会和他抢娘的关爱。好，我以后会记住的。沈飞的眉头一挑，楚玉红这份忍气的本事，一般的孩子是做不到的，更何况他从前也是天之骄子，益州王府的世子，现在竟然能屈能伸到这个地步，假以时日，长大以后必是可造之才。陆海兰见到长子这样，眼角又有些湿润。他的红儿以后都需要这么小心翼翼的讨好人了吗？陆海兰有片刻的迷茫，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。这时候楚玉红已经热情洋溢地和沈飞介绍起熊猫来。沈飞当然认识熊猫，可能比楚玉红更了解，但他现在装作不认识一样，听着楚玉红介绍，不想打击这个少年的自信心。六婶，史铁兽现在还需要喝奶，可以买一些牛奶给他喝，他的主食是竹子或竹笋，除此之外，胡萝卜和苹果也可以的。沈飞点了点头，看着软萌的熊猫吩咐道：把笼子打开，放出来看看。六婶，还不行，史铁兽有野性，它虽然年幼，但爪子也很厉害，要是抓伤您就不好了。沈飞想起来，这不是后世在动物园的熊猫，是野生的熊猫，是可以和老虎打架的那种物种，否则也不会有史铁兽的名字。好，那就不放出来。沈飞对于楚玉红送来的礼物非常喜欢，于是也热情地招待了陆海兰和几个孩子。在他们走的时候，又给了几个孩子一些礼物当做见面礼。除了布匹之外，男孩送了文房四宝，女孩则是一些珠钗首饰。陆海兰是满载而归的回到了城外的马场。楚敬宗黑着个脸看着陆海兰几人下了马车。哼，还知道回来，本王还以为你们忘了回来的路呢。爷，我回来晚了，六弟妹热情招待，我们就多待了一会儿。哼，我还以为你看荣王府富贵，舍不得回来了呢。娘，你先带着弟弟妹妹们回去。好，红儿，你和你父亲好好解释一下。说完就拉着几个孩子离开了。楚敬宗目光深沉地看着楚玉红，冷笑道：哼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，都能做我的主了。楚敬宗刚从监牢出来的时候还没多在意，就算被贬为庶民又如何，只要他不死，就有机会东山再起。他暗中可是藏了些人马的，只要他麻痹了皇上，让他大意，然后再找准机会暗中联系旧部，不愁没机会。所以那时候他知道以后要给荣王府养马，他也不在意，只当是卧薪尝胆。可是事实不是他想的那样，他的好儿子竟然把他暗中的势力都告诉了皇上。楚敬宗每想到这里，他就气得不行。楚玉红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，竟然帮着外人来算计我。父亲，你以为没有我献出的兵马，皇上会留下我们一家的性命吗？你……楚敬宗语塞，他知道大儿子说的对，但他就是气愤。就算你要交出去，也不能全都交出去，一点都不剩呀。你就这么肯定皇上不会卸磨杀驴？你难道就这么信任他？况且留些人手，到时候……父亲，黄伯父已经是皇上了，你不要把他当成曾经的皇子来看。儿子知道您自来都觉得黄伯父比不上你，可是黄伯父是名正言顺的太子，是嫡子又是长子。哼，他要不是占着个嫡长子的名分，太子之位还轮得到他身上？
论起文治武功，老大哪里是我的对手？楚玉红都无语了，他每次见到父亲这么盲目自信，都想自戳双目。心思这么直白，还幻想那至高无上的位子，痴人说梦。楚玉红有时候很怀疑，他到底是不是父亲的亲儿子。红儿，皇上就是仗着有个好母亲，要不是皇太后和太后娘家的帮扶，这太子之位说不上是谁的呢。至少你皇爷爷从前就经常夸我，责罚老大更多呢。要不是你皇爷爷突然去世，这皇位说不上是谁做呢。父亲，皇爷爷从来没有想废了大伯，改立你当太子的想法。你胡说什么？别以为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不舍得对你动手。父亲，儿子知道，皇爷爷突然去世，让你觉得大伯继位是存在侥幸。哼，老大就是侥幸。父亲，皇爷爷的为人想必您最清楚，在朝堂上说一不二，杀伐果断。他要是真想换太子，轻而易举。我相信，就算有朝臣反对，皇爷爷也有手段收拾得了那些臣子。何况皇爷爷的传位诏书早早就写好了，就算皇爷爷去世的突然，两朝交替，过渡的也是非常顺利。这说明皇爷爷早就安排好了。父亲，您说，您还有机会吗？楚敬宗傻傻地站着，就是揪着楚玉红的衣领都松开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你胡说！父亲，其实想看出皇爷爷对你和大伯两人谁更适合当太子，很容易的。哦，怎么看？父亲，皇爷爷可是早早就立了太孙，这还不清楚吗？那时候就算大伯有了意外，那么继承皇位的就是太子哥哥，无论怎么轮都轮不到你身上。太孙，太孙，是呀，还有太孙。楚敬宗一时无法接受，他一直觉得先皇是看重他的，只是苦于太子早立，那时候先皇也无力换人。都是皇子，谁不想当皇上呢？他又不是蠢蛋，自然也想坐上那至尊宝座。只是父皇既然没有换太子的心思，为什么要给他希望，让他觉得自己是可以代替太子的人？原来我才是傻子。楚玉红见到父亲这个模样，也有些心疼。他还有个最伤人的话到了唇边，没有说出来，他怕父亲接受不了。父亲只怕是皇爷爷给皇伯父选的磨刀石啊。入夜，暗卫来到了荣王府，并且把整件事情禀报给了小福宝。哦，楚玉红真的这么劝的？是。好，你下去吧，继续盯着点，还有要保护好老三一家的安全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暗卫离开之后，小福宝抱着一个小抱枕，开始思考楚玉红这个孩子。这么多年了，只有这么个孩子看出了他当初的想法。老大和老三完全不明白他的用心。若是老三有红儿这份才智和聪慧，他或许还真会换了太子的想法。唉，时也命也。